大家已经学会怎么用 Google Colab 了，我们可以开心的学 Python。那第一个大问题就是 Python 要怎么记忆呢？就是你今天可能你已经写了一些程式，但是你会发现你的程式跑完就跑完了，然后它什么东西都不会记得。那个你需要做一些事情来让 Python 有记忆力。那让 Python 有记忆力的方法就是给它一些变数。哇，变数诶。然后我们的变数呢，它分为四大种类：整数、字串、浮点数和布林。那整数是什么呢？整数我应该是不用跟你们解释是什么啦，你们国高中数学应该写过很多整数了。那浮点数其实就是包含着小数点的数字。那你们应该也知道什么是有包含小数点的数字。那字串是什么呢？字串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串文字。对，就是它非常好理解，它就是一串文字。那什么是布林呢？布林比较特殊，它这个是一个只包含对或是错的一个资料型别，所以说通常你布林后面大家会接 true 或者是 false。那你在其他程式语言甚至还会看到前面有一个 bool，但那个没关系，那跟我们今天的课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说接下来有一个大问题，我们知道要把一个东西存成整数，就是先命一个名，然后后面写3。那它的实作方法大概像这个样子。你这样子就得到了你的第一个变数了，这应该是相当的简单。然后你就可以点一下开始的按钮，然后他就会跟你说：“哇，你会做变数，你好电哦。”对，然后接下来有个大问题，就是变数之间怎么做变换呢？就今天如果我拿到的一个变数，它是一个字串，但实际上它的意义其实是整数，那我就会想要把这个数字从字串里面变成整数。那其实它的做法就是，你直接在那个东西前面加一个变数名称，然后给它个小括弧，它就会自己帮你转过去了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的变数名称它其实就是前面的这一串英文。那如果你今天你想要让一个叫做一的字串变成整数一的话，那你就在前面加一个 int 就好，因为 int 它是一个整数的缩写。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变成浮点数，那你前面就加个 double 和 float 就好。那像刚才的那个范例来讲，如果我们今天想要这个3变成一个字串，那我们其实就是直接写一个 str，然后 3。那这样子你的 the 它本身就会存着一个字串。那你可不可以在这里面不要写这个变数名称，写一个3也是可以，就你想要怎么搞就怎么搞，那个其实没啥大问题。那接下来有一个大重点是，你们要特别记得字串是一串文字，因为后面我们会很常用字串。那其实你这个应该也不好，没有到很难背了，你们应该可以。那就恭喜你们学会了怎么让 Python 有记忆力，你们好棒哦！